李雅，你别以为离了婚你就能分到什么好处，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王志强站在民政局门口，搂着身边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对我冷笑着说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离婚协议书，心如刀绞。结婚8年，我万万没想到最后会是以这样屈辱的方式收场。就在我以为这辈子都要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民政局门口。看到来人的那一刻，王志强脸上嚣张的笑容瞬间凝固了，他的脸色变得煞白，整个人都开始发抖。这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让一向嚣张的前夫如此恐惧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雅，今年32岁，是一名小学老师。8年前，我和王志强结婚的时候，还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。他那时候刚大学毕业，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虽然收入不高，但人很上进，对我也很好。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就在老家的酒店办了几桌，来的都是亲朋好友。那时候的王志强还很朴实，穿着租来的西装，紧张的手心都是汗。他在台上说要好好爱我一辈子的时候，我真的相信了。婚后的前几年，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很甜蜜。我在学校教书，他在公司跑业务，2个人省吃俭用，攒钱买了一套小房子。那时候每天晚上，我们会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规划未来。雅雅，等我升了主管，我们就要个孩子。王志强经常这样对我说，到时候让你在家专心带孩子，我来养家。我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有一个爱我的丈夫，有一个温暖的小家，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？转折点是在3年前，王志强跳槽到了一家大公司，收入一下子翻了好几倍，钱多了，人也开始变了。他开始穿名牌，开始出入高档场所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志强，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？我有一次等到半夜才看到他回家，公司应酬多，你不懂。他的语气变得不耐烦，现在不比以前了，想要升职就得陪客户喝酒吃饭。我理解他工作的辛苦，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在慢慢改变。以前他会主动帮我做家务，现在回到家就是玩手机。以前他会记得我的生日，现在连结婚纪念日都忘记了。更让我担心的是，他开始嫌弃我。雅雅，你能不能打扮得时尚一点？有一次我们参加他公司的聚会，他在车上这样对我说，你看人家别的太太穿得多漂亮，我觉得我穿得挺好的啊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连衣裙，是我精心挑选的，好什么好，一看就是地摊货。他的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我的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我开始学化妆，开始买贵一点的衣服，开始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。但不管我怎么努力，王志强似乎都不满意。真正的导火索是去年春天，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发现王志强居然带了一个女人回来。志强，这位是……我站在门口，震惊地看着客厅里的陌生女人。哦，这是我同事小美，我们在讨论工作上的事情。王志强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那个叫小美的女人很年轻，大概25、26岁的样子，化着精致的妆，穿着时髦的职业装。她看到我进来，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起身的意思。那你们继续，我去做饭。我强忍着心中的不适，走向厨房。但是我在厨房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志强哥，你老婆好像不太高兴啊。小美娇滴滴地说，她就这样，比较小心眼。
王志强的声音里带着不屑，不像你这么大方。听到这话，我的手在颤抖。我的丈夫居然在外人面前这样说我。从那以后，小美经常出现在我们家，有时候是讨论工作，有时候是王志强请她吃饭。我开始怀疑他们之间有什么，但王志强总是否认。你想多了，我们就是同事关系。他总是这样说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疑神疑鬼的？但是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，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我开始留意王志强的行为，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，比如他的手机开始设密码，比如他出差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比如他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衣服。终于，在3个月前，我发现了确凿的证据。那天王志强出差了，我在整理衣柜的时候，在他的西装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酒店的开房记录，时间是上个月，而那天他明明告诉我在加班。我的心瞬间跌到了谷底。原来我的怀疑都是对的，原来我真的被背叛了。当天晚上，王志强回来的时候，我把那张单据放在了茶几上。这是什么？我指着单据问他。王志强看到单据，脸色瞬间变了，但很快他就恢复了镇定。这是我和客户谈业务的地方，他居然还在撒谎。那为什么是开房记录？谈业务需要开房。我的声音在颤抖。我那天喝多了，就在那里休息了一下。志强，你就不能诚实一次吗？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？看到我哭了，王志强的表情有些松动，但他还是嘴硬。没有，你别胡思乱想。可是第二天，我就在他的车里发现了女人的头发和口红，那不是我的颜色，也不是我的牌子。我彻底绝望了。我意识到，我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。这个我爱了8年的男人，已经彻底变了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。我每天晚上都会失眠，每天都在想这段婚姻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。我试过和王志强好好谈谈，但他要么敷衍我，要么就是发脾气。李雅，你够了！有一次，他对我大吼：“我每天工作这么累，回到家你还要查岗，你烦不烦？”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像以前一样。以前有什么好的？他的话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。以前我们穷得连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，现在生活好了，你却不知足。我看着他，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。这还是那个曾经对我温柔体贴的王志强吗？让我彻底下定决心的是1个月前的那个晚上。我加班回来，发现家里的灯是亮着的。我以为王志强在家，推门进去，却看到了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：王志强和小美拥抱在一起，在我们的沙发上接吻。志强，我尖叫了一声，他们被我吓了一跳，慌忙分开。小美的脸红得像苹果，王志强的表情则是惊慌失措。雅雅，你听我解释。王志强想要过来拉我。不用解释了，我推开他，眼泪如雨下。我什么都看到了。小美这时候居然还有脸说话。姐姐，你别激动，我和志强哥是真心相爱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对着他吼道。这是我的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雅雅，你别这样对小美。王志强居然还护着她。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听到这话，我彻底崩溃了。我的丈夫不但背叛了我，还在我面前护着小三。那一夜，我哭到天亮。第二天，我就去找了律师，决定离婚。李女士，根据您提供的情况，您丈夫确实存在婚内出轨行为。律师对我说，您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合理的财产分割。我点点头，心如死灰。
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坐在律师事务所里，讨论如何结束自己的婚姻。当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在王志强面前的时候，他的反应让我更加心寒。离婚？你想得美！他冷笑着说。我告诉你，要离婚可以，但你别想分到什么财产。房子是我买的，钱是我赚的，凭什么给你？志强，我们是夫妻，这些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夫妻？他的声音充满了讽刺。你有什么贡献？你那点工资连买件像样的衣服都不够。我被他的话深深伤害了。是的，我的收入确实不如他，但这8年来，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我包揽了所有的家务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支持他的事业，难道这些都不算贡献吗？更让我愤怒的是，王志强居然还带着小美到处炫耀。听说了吗？王志强要和他老婆离婚了。我在超市里听到有人这样议论。是啊，听说他找了个年轻漂亮的，现在天天带着他到处显摆呢。他老婆也是够可怜的，老老实实过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被人抛弃了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没想到，我们的私事居然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最屈辱的是办离婚手续那天，我本以为王志强会有一丝愧疚，会对我们8年的感情有一点不舍，但他的表现彻底让我绝望了。那天一大早，我就到了民政局门口等着。我穿了一件朴素的白衬衫，没有化妆，心情沉重的像要下雨的天空。没想到王志强居然带着小美一起来了。小美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，化着精致的妆，挽着王志强的胳膊，就像是来参加什么庆典一样。志强，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？我震惊地看着他们。怎么，不可以吗？王志强冷笑着说，反正都要离婚了，我和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？小美在一旁娇滴滴地说，姐姐，我和志强哥是认真的，希望你能成全我们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在离婚现场带着小三，这是对我最大的羞辱。进了民政局，办手续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个阵势，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，但他们见惯了各种情况，还是按程序开始办理。请问你们确定要离婚吗？工作人员问我们。确定。王志强毫不犹豫地回答。那请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可是当我看到协议书上的财产分割条款时，我傻眼了。房子归王志强，存款归王志强，甚至连我陪嫁的首饰都不给我留。这不对，我指着协议书说，房子是婚后买的，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。共同财产？王志强嗤笑道，首付是我出的，房贷是我还的，凭什么给你一半？那我这8年的付出呢？我为这个家做的一切呢？付出？你有什么付出？做家务就叫付出？王志强的话越来越难听。我告诉你，李雅，你别做梦了，能让你净身出户已经够仁慈了。小美在一旁添油加醋，姐姐，你也别太贪心了。志强哥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应该感恩才对。听到这话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8年的婚姻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。我不但被背叛，还要被羞辱，甚至连一点基本的尊严都保不住。李雅，你签不签？王志强不耐烦地说，不签的话，我们就打官司，到时候你更什么都得不到。我握着笔的手在颤抖，我知道以我的经济实力根本打不起官司，而且就算打赢了，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最后得到的也未必多。就在我准备签字的时候，民政局的大门被推开了。谁说我妹妹什么都得不到？一个沉稳有力的声音在民政局大厅里响起。我抬起头，
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大步走了进来，是我哥哥李峰。我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我没想到哥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就像是天神下凡一样。哥，我哽咽着叫了一声。李峰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轻抚着我的头，雅雅，别怕，哥哥来了。然后他转向王志强，目光如刀。王志强，好久不见。王志强看到我哥哥，脸上嚣张的笑容瞬间凝固了，他的脸色变得煞白，整个人都开始发抖。李总，王志强的声音都变了调。您怎么来了？什么？李总？我疑惑地看着哥哥。王志强认识我哥，而且还叫他李总。小美也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，她有些慌张地问王志强：“志强哥，这个人是谁啊？”王志强的额头上开始冒汗，声音颤抖着说：“他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李峰。”什么？我瞪大了眼睛。李氏集团，那不是本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吗？资产上百亿的那个李氏集团。小美听到这话，脸色也变了，她显然也知道李氏集团的分量。哥，你……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哥哥。李峰对我温和一笑：“雅雅，一会儿再解释，现在先处理这件事。”然后他转向王志强，声音冷得像冰：“王志强，你在我妹妹面前很威风啊。”李总，我不知道李雅是您的妹妹。王志强已经吓得语无伦次了。不知道。李峰冷笑：“所以你就可以肆意欺负她，出轨、背叛，还要让她净身出户。”李总，这是误会。误会。李峰的声音提高了：“我妹妹为你付出了8年青春，到头来你却要让她一无所有。”王志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王志强已经吓得站不稳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李总，您别生气，我们可以重新协商。”重新协商。李峰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书，看了一眼，然后撕成碎片。这种垃圾协议也敢拿出来？小美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害怕地躲在王志强身后，不敢说话了。李总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王志强擦着冷汗说：“房子我们一人一半，存款也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。”李峰的声音充满了讽刺：“王志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李峰很好说话？”“不是，不是。”王志强连连摆手：“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李峰走到我身边，轻声问我：“雅雅，你想要什么？”我看着哥哥，心中涌起无限温暖。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有人为我撑腰，第一次有人护着我。哥，我只想要一个公平的结果。我说。李峰点点头，然后对王志强说：“听好了，房子归我妹妹，你搬出去，存款按法律规定分割，我妹妹得60%，你得40%。另外，精神损害赔偿50万，50万。”王志强的声音都变了：“李总，这会不会太多了？太多？”李峰的眼神变得危险。王志强，你知道我妹妹这8年为你的事业帮了多少忙吗？你以为你能从一个小销售升到现在的位置，全靠你自己？我愣住了。我帮了王志强的事业，我什么时候帮过？李峰继续说：“3年前你们公司竞标那个大项目，如果不是我暗中帮忙，你以为你能中标？去年你升职，如果不是我给你们老总打招呼，你以为你能这么顺利？”什么？原来这些年王志强事业顺利，是因为我哥哥在暗中帮助。李总，我不知道。王志强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。李峰冷冷地说：“你以为我会让我妹妹受委屈？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生活，本来看你对我妹妹还算不错，我也就没有表明身份。
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些年哥哥一直在默默保护着我，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而我却傻傻的以为是王志强有能力才事业顺利。哥，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，这次是感动的眼泪。别哭了，雅雅。李峰轻拍着我的肩膀，从今以后没有人能欺负你。然后他转向王志强，我的条件你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清楚了。王志强连连点头。李总，您说的我都同意，同意就好。李峰的声音依然冰冷。另外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从今以后，如果让我知道你在骚扰我妹妹，或者在外面说她的坏话，后果你应该清楚。王志强浑身一颤，连忙说：不敢，不敢，我绝对不敢。小美这时候终于意识到，她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她颤抖着声音说：李总，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都是志强主动追求我的，没关系。李峰看了他一眼，一个明知道别人有老婆还要插足的女人，也敢说没关系？我，小美吓得说不出话来。不过我也不为难你。李峰说，以后离我妹妹远一点就行了。办完所有手续，我和哥哥走出了民政局，王志强和小美跟在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在民政局门口，李峰转身对王志强说了最后一句话：王志强，记住今天的教训，我妹妹跟了你8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却要让她净身出户，简直是没有人性。今天我给你一个教训，希望你以后做人能长点心。说完，他就拉着我上了车。车子启动后，我终于忍不住问：哥，你真的是李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李峰苦笑了一下：是的，雅雅，对不起，这么多年一直瞒着你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因为我不希望你的生活被打扰。李峰说，我希望你能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找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而不是因为我的身份被人利用。我明白了哥哥的用心良苦，如果早知道他的身份，也许王志强当初接近我就不是因为爱情，而是因为利益。那你为什么一直帮助王志强？我问。因为看你过得挺幸福的。李峰叹了口气，我以为他真的爱你，所以适当帮助一下他的事业，让你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。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。原来我以为的幸福生活，背后是哥哥默默的付出。雅雅，别哭了。李峰安慰我说，离开这种人是好事，以后哥哥会保护你的。哥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我们是兄妹，说什么谢谢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王志强转来的所有财产和赔偿金。他履行了承诺，没有再骚扰我。听说他和小美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，小美知道他得罪了李氏集团后，就和他分手了。现在的我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，我搬进了那套房子，重新装修了一遍，把所有和王志强有关的东西都扔掉了。我还辞掉了原来的工作，在哥哥的建议下，开了一家小书店。虽然离婚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许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它让我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，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关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重新找回了自己。在那段失败的婚姻里，我迷失了自己，为了迎合王志强而改变了很多。现在的我又变回了那个自信、独立的李雅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哥哥没有出现，我会是什么结局？也许我真的会净身出户，也许我会被王志强和小美羞辱到底。但幸运的是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有人为我撑起了一片天。现在每当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
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价值，永远不要让任何人践踏你的尊严。有时候，你以为自己孤立无援，其实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总有人在默默保护着你。我的书店开在市中心的一条安静的街道上，每天都有很多爱书的人来这里。我喜欢现在的生活，平静而充实。虽然我还是单身，但我不着急寻找下一段感情。我要先好好爱自己，然后再去爱别人。至于王志强，我已经完全放下了。那8年的婚姻，就当是人生的一课吧。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什么是虚假的承诺。现在的我，每天都很感恩，感恩有一个这样的好哥哥，感恩能够重新开始，感恩生活给了我新的机会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你以为走到了绝路，其实只是转角处的一个弯。只要勇敢地走下去，总会看到新的风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